全球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，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。各位同学在上一堂课中，助教已经带着大家完成了树莓派核心的编译以及 DS5 的安装。这堂课助教将继续带大家认识 Streamline 的使用者界面及其操作，还有开发人员是如何使用 Streamline 来量测嵌入式系统的效能，进而找出系统中的瓶颈，来提升运作的效率。在上一节课中，我们教到树莓派与 Streamline 的安装并且连接。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利用 Streamline 在树莓派作用时量测运作时的功耗，以及 Streamline 的判读。在开始课程之前，我们要先开启我们的树莓派，一样要 insert Guitar Module 与 Guitar Daemon。电脑端开启 Streamline 网络设定好，做连接。到这一步骤与上一次上课内容一样。如果各位同学有不熟悉的部分，可以去复习上一次的上课内容。在上节课中，我们讲到按下小眼睛就能开始量测树莓派的效能。除了按下 Stop 结束效能量测之外，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个时间长度，让 Streamline 只截取这段时间的数据。点开 Streamline， 按下此人设定键，在这里输入指定的时间，结束之后记得按下 Save 离开设定选单，这样到达指定的时间后 ，Streamline 会自动结束量测效能。这里看到我们设定10秒钟。在 Streamline 量测10秒结束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停止量测，并绘出报表。接下来就要简单的向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Streamline 在测试时的界面。各位同学可以看到，现在就是 Streamline 在量测树莓派时的界面。从下面可以看到，有一支名为 Test 的程式，占了 CPU 的30几%。这是助教撰写的一支，让 Streamline 可以看到 CPU 的运作的状况。这边可以看到 CPU 里面只有一个 thread 在运作，其他的都是比较偏 idle 状况。还有可以看到许多资讯，例如像 bus、cache、clock。这些资讯在 Streamline 中都可以简易的打开，并且可以看到4核心中这4个核心分别使用率为如何。
到目前为止，相信各位对 Streamline 有一定的了解，但因为刚刚树莓派是属于比较待机的状况，看不出来 CPU、Memory 上等资讯。接下来我们要再另外撰写2支程式，分别是 QuickSort 与 BubbleSort。我们要利用 Streamline 的量测工具，看看 sorting 时树莓派核心运作有何不同。接着我们回到树莓派上，我们要创建空的 file 来撰写程式，分别是以下2支程式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先创一个 Makefile 档案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创建的是 BubbleSort.c 这个档案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创的是 QuickSort.c 这个程式。在 Makefile 中，我们要打的程式码内容如下：在 BubbleSort 中，我们要打的程式码如下：在 QuickSort 中，我们要打的程式码如下。完成之后，我们进入到这个资料夹中 ，make 这2个 QuickSort 与 BubbleSort 这2个程式。打的指令为下：要先 make clean， 再 make bubble， 还有 make quick。完成后，就可以使用这2支程式来看看在 Streamline 的运作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BubbleSort 程式执行时，树莓派的 CPU 4个 thread 使用率会明显上升。这里可以看到 thread 轮流使用，但是其中一个 thread 在使用时，另外3个 thread 算在 idle 当中。所以 Streamline 在这边可以提供软体开发者一个切入点。如果能把程式平行化，应该可以减少不少程式的执行时间。
接下来是 Quicksort， 比起 Bubblesort 这种较简单的排序演算法，所花的时间复杂度是 n 平方。Quicksort 平均排序时间复杂度是 n log n。在 Streamline 中可以看到两者时间差了许多，两者比起来 ，CPU 程度 Quicksort 也比 Bubblesort 少了许多。在上述的实例操作中，同学们能从 Streamline 上得到每一个核心运作时各项资源的使用情况，还有树莓派在执行 Quicksort 跟 Bubblesort 这样不同种 sorting 对系统资源的使用程度。在这周的课程中，我们介绍了 x86 与 ARM 的架构及效能，以及热门的嵌入式系统，还有一套优秀的效能量测软体。最后跟同学预告，我们下周的课程为物联网实作案例。那么第4周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。